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林秉佑议员、林珍羽议员、蓝轩小姐、叶清源律师、叶元之委员、游淑慧议员、唐湘龙先生。好，那民主党这是4个选举都选得不错哈。纽约市特别这个曼达尼34岁哈，而且是穆斯林哦，在纽约能够选一个穆斯林当市长真的是不容易啊。那不过他是印度裔了啊，他是印度裔。那么新泽西也是民主党啊，那曼达尼是民主党，Virginia 州长也是民主党啊，所以你看3个地方选举民主党都赢了啊。那另外呢，在这个加州的这个公投也是民主党赢了啊。那川普说主要因为政府关门，所以共和党失败。政府关门的原因是民主党，民主党造成政府关门。然后居然这个责任由共和党来背，所以这是选输了啊！当然没有那么单纯了哈，但是他这样说了哈。那因为以纽约来讲，纽约本来就是民主党天下嘛，哦，本来就是民主党啊。那这个州长呢，原来我看新泽西州的州长还是 Virginia 州长，原来就是民主党的啊。那另外 Virginia 本来也是共和党。新泽西就是民主党，新泽西是民主党，本来是民主党。那联邦政府停摆时间破纪录啊，因为停了36天，现在已经我看从明天开始呢，这个航空总署已经下令各航空公司在40个机场要减10班，减10%的飞机，10%，大概就是4500到5000班的飞机。那现在塔台管制员已经有超过1半以上啊，请病假啦，或者去开 Uber 去做别的事情，因为拿不到薪水嘛，哦，所以这个最近美国航空的这个安全也的确令人很捏把冷汗啊。那川普说，民主党现在是神风特工队，因为我刚从日本回来啊，日本2战的时候不是搞那个神风特工队吗？自杀机吗？他说民主党现在就是神风特工队哦，他们会摧毁整个国家哦。那曼达尼在选纽约市长时说，你们让我当选，我的当选就是川普的噩梦。哦，所以呢，说川普噩梦是不是来了啊？那这个不过他不能选美国总统，因为他在海外出生，不在美国出生。那他是极左，民主党非常左派，民主党本来就比较自由派，民主党里面非常左的啊，当选纽约市长。那川普这个在迈阿密发表演说，说叫做共产主义经济的噩梦，说这是个共产主义，而且纽约昨天失去了一部分主权。那他原来说，如果这个曼达尼当选，我就不补助纽约的联邦政府不补助他。不过最近稍微软一点啊，没有讲得那么强硬啊。那另外呢，这个他说我出来这个参选，是川普最可怕的噩梦，而且我要挺身而出对抗川普啊，川普乱搞啊，要对抗川普。我刚刚再看了一下这些当选的人哈，这几个2州1市哈，很重要一点都是房子。可负担的住房哦，提高住房供应哦，然后呢，住者有其屋，可见美国的房子的确也是问题非常非常的大，尤其纽约这种大都市非常严重。我们看一下。We've been in New York for like 13 years, and this is the first mayor that I'm excited to see come to the city. 纽约人彻夜上街欢庆，因为他们用选票选出了新市长，民主党左翼新星曼达尼。If anyone can show a nation betrayed by Donald Trump how to defeat him, it is the city that gave rise to him. Turn the volume up. 6个月前还默默无名的纽约市长当选人曼达尼，成为 NYC 第一位出生于非洲、有南亚背景以及穆斯林的市长。他在胜选后将炮火对准美国总统川普。New Yorkers are facing twin crises in this moment, an authoritarian administration and an affordability crisis. And it'll be my job to deliver on both. 曼达尼还透露，白宫到目前为止都尚未核电，并强调他愿意和川普热线讨论生活支出、通膨等问题。不过，身为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他，却成为川普的眼中钉。If you want to see what congressional Democrats wish to do to America, just look at the result of yesterday's election in New York, where their party installed a communist as the mayor
of the largest city in the nation. 川普将共和党在纽约等地的选举失利归咎于联邦政府关门以及选票上没有他的名字，还痛批曼达尼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强调他将带来经济噩梦。反观欧洲的左派却乐见他当选。至于曼达尼的出生地乌干达，当地居民同样也很开心。34岁的曼达尼在接下来3年将如何与川普正面交锋，同时兑现选举支票，考验着他的领导能力。好，除了2个州1个市以外的加州公投，民主党以2比1压倒性过关，所以呢，加州有5个共和党的众议员可能都被干掉了。他这叫做竭力容援哦 ，gerrymandering， 就是呢，他把那个选区划得乱七八糟，然后对你有利的你把你划掉，然后划出来让你的选票不够，就这样子干哦。那原来这个川普在德州想搞这个。结果呢，现在加州呢就先发制人啊，把你干掉啊，结果压倒性啊，这个民主党赢了哈，所以呢，川普就说呢，这是一场巨大的骗局，气得个要死哈。不过啊，这个纽约这个 New York Times 说呢，《纽约时报》说呢，说这次虽然共和党输了，不表示哦，在明年的期中选举。共和党会输不一定，因为民主党本身的问题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民主党很多党员对政治冷感，心怀不满哦，这次也都没有出来投票。这次出来投票是非常积极的，但是非常少部分的选民这次出来投票。但是真的大选时候未必是这样哈。来，叶律师，那个其实加州这个公投是一个就是以怨报怨的作为啦，因为德州在8月23号的时候已经先修法。好，就是德州是共和党的多数州嘛，然后呢，他就是修法来重划选区，让本来选得出来的民主党的联邦众议员的选区，把民主党的票分散打散了以后，就让民主党基本上以后在德州基本上选不上。那加州的这个公投就说，好啊，你要这样，那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嘛，我就让你这个我在德州可能会少几席，我就让你在加州会少几席。好，等于就是说要抵消结果啦，哈，因为明年11月的时候，美国的众议院要进行大选，全部435席全部选，对他每2年就要选一次，所以这个其实是个以牙还牙的动作啦。那川普我觉得这个人真的很有趣啊，他在Truth Media 他自己的这个个人粉专上面，他的讲法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输了？因为川普不在选票上。好，因为川普不在选票上，所以我们选输了。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说这个政府关门了哈。那但是为什么会美国这一次预算通不过？其实我觉得跟台湾的政局也很像，就是这个川普坚持自己的预算法案，他不愿意去跟民主党协商。那里面其实最涉及到核心的概念，其实就是到底对于这个健保。好，奥巴马的健保法案，然后这些对于穷人的补助要不要继续？那这个川普是打算把它干掉，那民主党不接受。那另外一个问题是呢，川普他有一个惯行是，他会把已经通过的法案中一部分，我预算就不执行。所以民主党说，那你这样的话，我整个预算通过，你如果可以把其中一块抽出来不执行，那我通过的预算法案不是笑话吗？现在这个互信没有办法建立以前，根本连暂时性的拨款法案都过不了。所以这个问题在川普嘛，那这美国大众也看得很清楚，这也是为什么川普的支持率一直往下走，不支持率已经快要到60%了。那川普当然是不会检讨的，有千错万错都是左派媒体的错啊。梅香龙。曼达尼他不只是一个34岁才拿到美国公民权6年的印度裔的穆斯林，而且他是个左派，他是在美国当代，因为美国的制度跟美国的社会气氛呢，对左派呢靠近共产党跟马克思主义的这些的路线都是采取打压的态度。可是呢，曼达尼几乎已经公开，所以川普在助选的时候呢，直接说呢他是共产党，直接说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曼达尼提出来的很多的主张，他作为民主社会主义者，除了民主的作为手段工具之外，他在社会主义的主张上面来讲，许多的口号跟诉求，即使在现在的中国大陆，你可能都听不到了。他是很古典的左派主张啊，但是这个主张现在在美国，在纽约呢这个超级大城里面，却成为了选举当中的主流。他除了是左派以外，他的穆斯林的身份呢，对于这个城市来讲呢，当然是一个崭新的体验。可是不是只有纽约，大家想想看，现在的另外一个大城，
在过去21世纪的时候呢，高盛告诉我们，未来的就是说全世界金融重镇就是 New London 纽约、伦敦呢跟香港。伦敦现在的市长是穆斯林，纽约的市长是穆斯林。这两个昂格鲁萨克逊呢，这样的一个这么有种族主义呢、白人优越感色彩的两个大城市里面，现在都是呢穆斯林呢在当市长，这不是偶然。美国的体制呢，正在呢做彻头彻尾的改变。他的左翼的，就是现在的曼达尼所代表的左翼，他相当于民主党里面的茶党。他根本就不是民主党的主流，所以呢，不管是川普上来了之后，导致共和党的就说呢温和派的主流势力的消失，现在的曼达尼呢所代表的民主党的主流势力的消失，现在的美国的政治正在极端化。那这种的极端化呢，到2026年跟2028年的美国政治呢，都是呢高度值得观察的。尤其在纽约的这个城市，川普呢，为什么他当选的时候，川普必须要收口？川普的家在纽约啊。川普的家就在中央公园旁边啊，现在是到了纽约去玩的人的地标之一啊。这个人在当市长的时候，你说你不给纽约补助，你是害你自己而已啊。纽约呢，基本上面这个城市的规格相当于许多国家呢一个国家的城市的规格。就像你在纽约，你看到那些警察 NYPD 的时候，它的那个呢规模呢是庞大。你如果不 support 它呢，纽约呢就是蝙蝠侠的那个漫画里面的高谭市。所以呢，纽约本身呢是需要大量的金钱去支撑才能够运作的城市，它开始呢快速的向左转。好，另外呢，刚刚呢主持人提到的，其实这次选举另外一个重点是在加州。加州的这个公投，它让你看到了呢，美国的政治神话当中的另外的一个丑陋。它不是要让所有的共和党都不当选，而是呢只会让很少数的共和党的当选。本来呢你可以选上五席的，我把选票全部集中的在你一席上面，让你上一个，剩下的四个呢就没有了。这种呢竭力容圆的画法，在我们听起来觉得政治要搞到这么丑陋嘛，可是呢在美国呢是公开干的。所以呢美国呢今天过去我们在当美国很强大的时候，它的民主、它的法治、它的人权都像是神话一般的存在。可是当它现在体质虚弱的时候呢，百病重生。你在美国现在呢，你会看到，当一个国家在弱化的过程当中的时候，附加在它身上的许多的跟价值跟神话呢，其实都经不起考验。本来啊，美国是10年做一次人口普查了，很多以前留学生啊，这个都去做人口普查员，去赚一点这个零用金。那这次呢，加州在阿诺当州长的时候改变了。就是说不再搞这一套，不由众议院来变更选区，他组这个特别委员会，就换句话，希望这个委员会能够超脱党派、超脱政治。但这次加州是用公投啊把它干掉啊，所以呢，这次的选区划分呢，会一直到下一次的人口普查啊。换句话说，就用政治力、用公投呢，把这个委员会原来阿诺当州长的委员会把它干掉。所以呢，这种政治很多就是比实力了，我赢你，我就给你干到底。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川普很有趣啊，他今天说呢，他跟习近平见面的情况啊，他学啊，然后中国方面的官员6个全部正襟危坐，一语不发，老板不讲话，他们都不讲话啊。然后习近平非常强硬，非常聪明啊，他说呢，没有见过有人像他旁边的官员那么害怕的。然后呢，他结论是希望我的内阁也是这样，你们怎么不怕我呢？你们应该怕我啊。哦，要怕我才对啊！哦，他曾经跟这个靠近的中国高官说：“你会回答我的问题吗？”这个高官没回应，习主席也不准他回答，就是他在问，人家根本不回答他啊。那么另外呢，他说希望我的内阁也这样啊，我希望他每次坐得直挺挺的啊，我从来没有见过那种姿势，从来没有人那么害怕。他在讲这话的美国副总统范斯就立刻假装做得很直挺挺的，引起记者爆笑哈。好，我们看一下。So he's here, and he's got about 6 people on each side, and every one of those people was standing like this. They were at attention.
模仿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旁边官员的站姿。美国总统川普回顾日前川习会嘲笑习近平的高官，问他们问题也完全不回应。Why don't you behave like that? JD doesn't behave like that. JD buds into conversations. 川普还调侃自己的副总统范斯，范斯也故意配合坐挺，引发现场哈哈大笑。不过美中有望在近期签下贸易协议，川普的关税政策却备受挑战。美国最高法院至少5位大法官质疑川普的关税越权国会。I think it went very well. I think the Solicitor General made a very powerful case for the need for the president to have the IEPA powers, and I believe that the other side, in a way, fell flat on their face. 尽管最高法院还没有裁决，但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乐观。倒是最近刚从英国国王查尔斯手中获颁伊丽莎白女王功臣奖殊荣的惠达执行长黄仁勋罕见示警，对于美国各州可能产生的50条 AI 新规定，黄仁勋表示，和中国的能源补贴相比，中国的补贴能让电力成本几乎免费。然而，美国各州的新规定可能束缚产业，让美国在 AI 竞赛中输给中国。他也呼吁美国政府应该开放市场，让其他国家使用晶片，维持全球对美国技术的依赖。好吧，因为呢，现在最高法院在审他这个关税案啊。那美国9个大法官，6个是保守派。川普运气不错，他第一任内就任命了3个这个大法官。有时候总统8年任内1个都任命不了，因为1个都任命不了。但是川普任命了3个，所以9个里面6个是保守派。但是呢，今天的新闻是说，保守派的法官他的关税也提出非常尖锐的这个质疑哈，说可以这样子吗？哈，那另外呢？他们说行政部门说，最高法院就算限制总统的权利，我也不退，我已经准备了 B 计划而且如果推翻关税，将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破坏，我已经收了关税了，所以现在要退人家5000亿啊。那到了明年年初这个案子结束的时候呢，可能已经收了7500亿到1兆美元了，怎么退所以呢，回吐就会超过现在回吐超过5000亿美元，就是15兆新台币了哈。那另外呢，这个黄仁勋。本来自认为跟川普关系很好嘛，那现在呢，他们川普旁边的人都说不能卖不能卖 Blackwell 这个晶片。黄仁勋说，中国提供廉价的电力，而且呢各种管制都很宽松，不像美国这样，所以你在扶植人家 AI 晶片呢，你美国这样管制我，最后中国就起来了而且呢，大陆下令新设数据中心，也停用外国的 AI 晶片了，他自己要干了来，蓝轩怎么看？我觉得这个川普，尤其他羡慕习近平这一段我觉得他真的是，我觉得他打从心里面觉得说呢，这个习近平那么的就是集权大家都那么的听话，那么的这个立正站好他觉得很羡慕。其实这个东西反映出来目前的处境啦，因为我们刚才在讲到呢这个最新的选举结果不管是纽约市长也好，或是包括 Virginia 州或是 New Jersey 州，实际上都是民主党的这些人拿下这个城池。那另外的话呢，尤其那2个州是女将，40几岁、50几岁，其实都非常的优秀。一个是 CIA 的官员，一个呢是曾经是海军的直升机的飞官，你知道吗？哇，看起来非常的英姿飒爽很厉害。那他们的话，事实上呢，都是打着反川普的旗号当选的。那甚至连加州的这样的一个改变这个选区的结果也是打着反川普政策而当选的。所以我觉得，对于目前川普来说，他应该感受到碰到非常大的政策逆风。一个是选举结果目前看起来的话呢，几乎只要是打着川普的旗号就输就只要是就赢了。就赢然后的话呢，所以呢，几乎就是打脸川普。那另外一个话呢，联邦政府关门已经超过了他第一任期的关门的时间了。那所以弄到现在真的很尴尬，连飞机都要停飞。那另外的话，包括我刚刚讲到这个联邦的这个相关的宪法法庭，他们要去讨论有关于呢这个关税到底呢这段时间打了半年多的关税，每一个国家的话呢都被他搞得鸡飞狗跳的，就搞半天。如果说他判定这个呢关税违宪的话，其实对于川普来说真的是灰头土脸所以你看，他每一个那么关键的事情都在现在呢遭到了挫败。所以我觉得在如此的大逆风、如此的撞墙期的状况底下，他当然非常羡慕这个习近平那但是呢，羡慕习近平是一回事，但反过来说，刚刚讲到有关于呢这个关税跟 AI， 我觉得更可能的就是说，就算说司法院就最高法院裁定，就算他的关税不能够去动用所谓的紧急经济权利法的话，我觉得他会硬干下去。因为对他来说，他现在唯一的能够让他的选票能够或者
民调有点回升，就是经济。他其实是目前看起来的话呢，他的民调这边借用一下这个叶律师的这个板子哦，他这个民调其实从4月份开始他上台一路往下走，一路往下走。那但是中间呢有几次的这个民调结果呢，说他在经济部分跟他在反移民的部分这2个部分实际上是比较受到呢美国的选民青睐的，所以这2件事情对他来说可能会是呢去逆转所谓的逆风，逆转所谓的撞墙期最重要的政策了。所以我认为，如果接下来因为呢这个美国的这个宪法法庭召开，快则数周，晚则数月才会有结果了。那如果说数周里面就有结果的话，我们就会知道说呢，这段时间吵了那么多的这个对等关税，到底可不可能课征？但是就算说被推翻了，它还有其他的什么232条啦，里面涉及国安的啦，301条款啦，都是啊。我觉得这个部分对川普来说，我认为他会继续的打下去，因为对他来说是唯一能够让他觉得对于美国的选民能够有交代的部分。我觉得这个川普啊，跟那个习近平见完面之后，后来描述那个场景，就是蛮令人意外。因为一般外交场合通常不太会去嘴巴那么大去讲这些事了。就像我们每次在立法院问外交部一些事情，他都说啊，基于2国尊重，不对外透露。但川普可以用一种，我觉得他是用一种比较嘲笑的态度去讲啊，就是说，哎，你看他们习近平旁边的人啊，都不敢动啊。然后他说他去跟一个类似副总统职务的人讲话，那个人也不敢回他，他一直跟那个讲话，那个都不理他。然后呢，他就回过头去跟那个范斯讲说，哎，为什么我讲话你可以一直插嘴啊？然后说，即便是这样子，我也会在你身边的。我觉得他是有点在嘲笑习近平，当然有羡慕也有啦，他当然有一天能够变习近平，他也愿意，但是他有点嘲笑他，然后他有一点就是在表现说，虽然我这么霸气，可是我也是对你们很好哦，我跟你们巴蒂，我很亲民哦，当然是展现出这样的态度。可是我觉得习近平会不会觉得，哎，你怎么这样啊？那是不是以后大家也可以跟你见面随便批评你？这是在外交上面是比较少见。那至于说就是刚刚讲那个选举部分，我觉得跟台湾状况有点像啊，因为这次它是地方选举嘛，所以地方选举大家关心就是经济民生，所以民主党这次可以赢啊，很多大家会觉得说就是经济因素，还有他们民主党的候选人都以就是降低生活成本为主要的诉求，那所以就得到民众的一个认同。还有第2个原因是根据他们的分析啦，说拉丁裔的选民在这一次支持民主党的变多了。那这个其实对川普来说是一个警讯，因为川普他这一次总统可以选举，是他比他上一次总统竞选的时候拉丁裔支持度上升了10几%，但这一次拉丁裔是倒向民主党的，所以当然这过程当中选情是有一点变化。不过我也是认同，就是说这个能够推导说其中选举川普一定会输吗？也不一定啊。接下来也是要看他看接下来也变化会很大。主要因为他加关税嘛，他说已经多收入5000亿美金，那这5000亿美金谁负担呢？一定有一部分是消费者负担嘛，所以一定有一部分的物价上涨嘛。那他本来说我收了关税，我要普发现金给民众，但现在还没普发，所以换句话说，搞不好他选举之前普发，但现在没有发，所以他钱收了。物价上涨了，但是呢，民众还没有得到好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选举它怎么会对他有利呢？那路透社之后，中国已经下命令停用外国 AI 晶片，所以 NVIDIA、Intel 都会受到冲击，外国晶片不可以用，我自己发展我自己的。黄仁勋说，西方已经陷入全儒主义。什么叫做全儒主义呢？就是说对人性热情抱持怀疑的态度，不信任你干嘛对我这么好，一定有什么目的啊？对社会也不信任。认为别人只要宣称的动机都是虚伪的，你说你是做好事，假的，一定会这个为了自己的这个虚名啊。你说你捐款，为了你自己减税啊，反正这都是坏的。那只追求独善其身，避免自己受到伤害啊。所以黄仁勋认为西方现在已经搞这个全儒主义了啊。那另外呢，黄仁勋也警告说，美国把自己的产业束缚起来，所以将来 AI 竞赛恐怕会输给中国哈。来，叶律师要补充。对，那个我觉得其实关税部分应该这样讲啊，课税跟花钱的权利在美国一向就是国会的固有权。好，那美国总统川普主张说，我依据法律的授权，我可以自己课关税。法律没有这样规定啊，所以这一次9个大法官里面，包括有4个保守派的大法官都提出了相关的质疑。好，那其实本来3个自由派大法官本来就是反对的，所以其中只有这4个大法官里面，只要有2个人倒过去
川普的这个关税权可能就很危险了。好，那当然他会讲说，我已经收了这么多钱，那怎么办？这不是你收了钱的问题，你不能说你这个事情不该你做，好，你不能说因为我这个错犯了这么大1.5兆，所以你就不能纠正我。这个抗辩在美国历史上是绝对走不通的啦。那现在就是看说这些保守派的大法官会不会真的就基于党派之见，最后还是支持川普，我们就可以继续观察。就算大法官判他这个不行，不能这样违宪，他用别的呢，什么刚刚讲的这个232啊、301啊，那他可以做301的调查，可是你已经科的这些关税，显然就是要缴回去嘛。如果认定是违宪的，大法官一定会说你这个就是不行的。那接下来这些人通通都回去搞，就换一套，重新再来一次就是了。继续的鸡飞狗跳。这钱还你，我把那个算起来，我增加你是新的惩罚。现在再回来。可我觉得钱。